您好，这儿是静姐说花。今天咱们来看这几盆花，边看我边解说。我搬了这几盆蝴蝶兰过来，它们有共同的特点。我们先来看看这两盆，这盆正开着花，还有一盆有个高芽，高芽上有一个花枝还没有开。这两个的共同特点是，它的母株的叶芯儿坏掉了。这棵已经开着花的，它的叶芯儿已经坏掉好几年了。如果有看前面的视频，可能见过它。这就是它原来的母株。叶子居然还在，但是看得出来，越来越不好了。不定什么时候这几片叶子就彻底没有了。在它母株的茎上，看这儿长了这个，是一个侧芽。那当然这会儿已经长得很大了，是一个正常的植株。因为它出的位置嘛，在这儿，所以它这个是有点躺在这儿。等它那个母株那几个叶片坏掉之后，我可能需要重新给它换个盆，帮它扶正一下。这会儿就这么躺在盆这儿。另外这棵也是叶芯坏掉了，但是它坏掉的时候呢，它有一个老的花梗，然后它就在老花梗上长了一个苗。蝴蝶兰植株的叶芯儿可能会因为叶芯儿积水，或者是被虫咬坏了等等各种原因吧，叶芯有可能坏掉。那坏掉之后，通常来说它会出侧芽，如果碰巧有老的花梗的话，也有可能出高芽。具体是出高芽还是侧芽，这个大致上来说是由它自个儿说了算。我们再移步到这边看看这几棵。这些呢，这边3棵是有花芽，还没有开花，所以这3棵看着破破烂烂的哈，有叶子，应该是活着。看到这儿，你是不是想起来了？对，这就是被我砍头的那3棵。这3棵呢，我写了一个标签，记了一下时间，是在今年，也就是2024年的1月份和2月份被斩断的，它们都出了苗。这个长得比较小的反倒是出了2个苗，然后另外这2棵是各出了1个苗。最早被斩断的是这棵，1月10号。它的这2个苗我仔细看了一下，还没有出根儿。这个是2月19号被斩断的，它的这个苗已经出根了。看这吧，小小的根儿刚出来，而且它的苗看起来也比较壮一些，或许跟它这个下半截还留了一片叶子有些关系吧。这棵是最晚2月25号被斩断的，但它的苗也不小，说明它底下的根相对来说可能比这个更好一些。那这3盆呢是被斩断的下半截，1节2段嘛。这3盆就是上半截了。我们转过去看看，这是2月25号斩断的那个上半截。它有一个老花梗，它就在这个老花梗上续了这个侧花枝，这是它的状况。这棵呢是自己出的新的花芽，这个花芽上还出了不少侧花枝。这是哪一个来？我看一下。这是第一个斩断的，1月10号展开的那棵，说明它的营养都给了上面这部分了。它下面那个苗，就这个，
是长得不算太好吧，但出了俩。看这半截的根儿其实并不多，而且好像还主要在外面。看它的茎，完全裸露在植料外面，没有埋到植料里，就躺在这上面了。这倒不是我有意这么设计的，是之前其实是有点埋进去，但是它这不就越长越歪嘛，躺在这儿了，茎的下半截反倒给撅起来了，我也就由着它了。这个方式的话，感觉就是它把盆里那个植料当树干了，茎是在植料之上，抱在树干上嘛，就这个状态。有些根儿也还是长到植料里了。另外这棵呢也是个序花，看着这是老花枝上出了这么一个侧花枝，还没开花。如果开花的话，我相信您可能会认识它，这就是那个大白。还记得我有一棵大白花，就一直开花，一直开花，续了几次来着？好像4、5次还是怎么样的，我有点记不清了啊。你之前有发过视频，然后也出新的花芽，也续花，就连续不停的开花，这就是那棵。我把它斩断了，上半这一节儿，它还是又续花了，就是它的开花都不带停的。之前那些被我剪掉了，然后它的下半截儿就是这个。就是已经出根儿的这个，这边要看见根儿吗？就看不到这个，说明这棵就是生长比较旺盛的一棵。像这2棵的叶芯呢，不是我诚心给它破坏的，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坏掉了，它自己坏的。坏了之后，我也没有给它换盆，维持在原盆，让它长侧芽也好，长高芽也好，让它恢复生机之后，再根据情况要不要换盆。然后像我诚心斩断的这些呢，上半截当然肯定是需要一个新的盆，下半截呢也是没有动，保持在原盆里，等着它出侧芽。侧芽出来之后，我是想等它长根之后再给它换个盆，肯定是要换一下的，不然这些苗这不就都歪着长吗？换盆之后就可以扶正了。但是出新根之前，我暂时会不动它，将它保持在这个原盆里，不用管之前的根儿会坏的怎么样，因为那些根儿最终是会坏掉的。新的侧芽会长自己的新的根，之前的老根就是供给这些侧芽生长，任务完成之后，那些根就会没有了。这上半截呢，这3棵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我埋的都比较浅。像刚才说这棵，这浅到完全都埋不住了，都在植料面上了啊！这是后期它撬出来的。像这个呢，我是底下放了个瓶子头，把它坐在这个瓶子头之上，应该还有根通过瓶口伸进去了，所以它的茎其实也是在植料的面上。另外这棵也是这样，下面放了一个瓶子头，我这还是转那边看看吧。看这节茎也是相当于在植料之上。这棵比较强劲，长了好多新根，而且这些新根可能对盆里就是植料里的环境还挺满意。目前为止，所有新根都是奔着植料去的，就生长都自己主动长到植料里面了。简单总结一下，以繁殖方式来说，砍头这种繁殖方式的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。当然，我指的这是在家里，如果是在有条件的蓝园，那当然它可以用组培养，那个效率和成功率要比砍头好多了。因为砍头我们可以看到，
也就出一个苗儿、几个苗儿，不会是大批量的，所以效率不是很高，但成功率很高。再从遇到问题的角度来说，如果遇到蝴蝶兰植株的叶芯儿烂掉了、坏掉了，不用着急，它们自己会找到新的出路，或者出侧芽，或者出高芽啊，这两种都有可能。现在这个高芽根已经这么多了，早就可以剪下来单独栽种了，但还没等我行动呢，它就出了这个花芽。那我就想让它先开开花吧，开完我再剪也不迟。如果我把这个高芽剪下来单独种了，剩下的这个植株它不是没有叶芯儿吗？对，它还是有可能再找一个新的出路。我看这个老花梗有没有，还有没有？好像底下还有一个那个休眠芽。它再次找的新的出路，有可能，比方说下面那个休眠芽发育成一个高芽，但也有可能就在茎儿上自己出侧芽了啊，这都有可能。这肯定要是等到我剪掉这个上面这个高芽的时候，因为它有这个高芽，它就会集中供养这个高芽，它就不着急出别的芽。如果上面这个高芽被我剪掉，那它就只能另谋出路。这棵其实也是，它长的这个侧芽自己早都已经有根了，我没有给它分开。如果我把这个侧芽从母株上剥离下来，就母株现在这个叶片的状况，保不齐它还会再出新的侧芽或者是高芽，因为它这儿也有一个老的花梗。不过我发现这个品种好像它的老花梗不太愿意出高芽，所以比较有可能它会再出侧芽吧。等这次开完花以后，我试试看。之前原本是没想给它分，就让它这样，因为我以为老的植株很快就会消亡了，结果它坚持了好几年，居然。还有一点我需要说明一下，做砍头繁殖最好是在春季或者是夏初，因为在这个时间段砍完之后，它会有比较长的时间可以用来生长。像我做这个砍头繁殖是在1月份、2月份，已经是夏末了，所以生长时间有点短，接下来的冬季几乎就不怎么长。除了影响生长的速度，我在想也有可能会影响成功率，因为温度合适肯定是生长的最好，温度不合适，那就有可能出问题嘛。不过好在我这3盆倒是都出芽了，我是说底部就都出芽了。好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儿，谢谢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